大家好，欢迎回来，这是你熟悉的频道，我是 Eric。今天是美东时间2025年11月9日，星期日。虽然周末美股休息，但是这两天依然发生了几件值得关注的大事件，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下周的股市走势。所以今天我特地加个班，带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这几天的重要消息，看看哪些因素有可能会成为影响下周行情的关键变量。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也欢迎你加入我们。这里专注于美股热点新闻与深度财经分析，帮助你理清市场逻辑，看懂资金方向。记得点个赞，并且订阅频道，这样你就能够快人一步，提前布局市场。相信过去的2周，所有投资美股的朋友都不好受，我的投资组合也确实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但是我觉得问题不大。这波行情更像是市场情绪下的集中释放，而不是基本面真正出了什么问题。一方面，前期 AI 的概念确实炒得太热，很多相关的股票估值都被推得过高，而当市场情绪反转时，这些涨得最猛的股票自然也会回调得最狠。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的停摆不确定性依然存在，美联储最近对降息也表现得比较保守，这几件事情叠加在一起，就导致了过去2个周美股的明显回调。但是我个人认为，这并不是基本面的危机，相反，从宏观角度上来看，美国的经济依然在稳中向好。今年的美联储已经连续降息2次，虽然政策传导到企业融资、就业市场、消费层面依然需要时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宽松的力量自然会慢慢的显现出来。所以总体来说，我对美国经济的基本面依然抱有信心。这波回调更像是一场情绪的退烧，而不是基本面的恶化。我个人对于市场收复失地、再创新高依然保持乐观，甚至我认为这样的阶段性下跌反而是件好事。因为过去的1年 AI 概念太火了，如果再这样一路狂飙不回头，那么反而会更加危险，容易重演当年的互联网泡沫。现在市场能够冷静下来，适度回调，挤掉泡沫，反而能够让未来的上涨更加健康、更加扎实。所以我自己的态度是不恐慌，甚至略感兴奋。风浪越大鱼越多，我现在手上还有一些现金，接下来会考虑在合适的时机分批加仓一些优质的公司，跌得越多，机会往往越大。至于加密货币，最近比特币也回调得厉害，对于我来说，这同样是一次好机会，因为长期的趋势没有变，只是情绪降温了。所以总体来看，我的观点很简单，问题不大，稳中向好。虽然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前途一定是光明的。接下来我们先来复盘一下上周五美股大盘的这场欣慰行情。为什么叫做欣慰行情呢？因为标普500并没有大涨，但是在一堆该跌、可能跌，甚至按理说一定要跌的利空里，它硬是靠着盘尾那口气拉出了一个微微上扬的收盘，拽回成了好像还能再等等的情况。你也懂得，华尔街最拿手的就是这一口，它不让你赚太多，但是一定也舍不得让你走。今天这期我们就会把这口华尔街式的欣慰拆开来讲讲。这期的内容我会分几个模块来说。第一部分，首先先讲讲这2天的市场究竟在怕什么，又为什么到最后它居然没有崩。第二部分是几条必须关注的大新闻，比如说像辉瑞直接砸下了100亿美金，从诺和诺德手里硬生生的把减肥药赛道的 Metsera 抢了过来。这对于辉瑞股东来说是一个巨大利好，但是对诺和德股东来讲嘛，就只能说是雪上加霜了。第三部分我们会来聊聊华盛顿政府关门的问题越拖越久，可为什么到了周五盘中反而成了救市的机会？市场到底嗅到了什么信号？第四部分我们会再来看一眼比特币，它这一周反复在10万美元大关上浮震荡，下去又上来，其实是在给整个避险资产市场打前哨。第五部分我们会来聊聊科技股的隐忧 ，Meta 被 AI 开销拖进了小熊市。甲骨文 Oracle 靠着 OpenAI 大合同冲高的涨幅也已经全数吐回，这一连串动作又说明了什么？这一连串动作说明 AI 交易已经进入了验证期，从讲故事变成了看结果。最后我会给出你一个11月份的操作建议，如果你是防守型、进攻型或者短线型投资者，接下来应该怎么站位？这一期内容信息密度极高，你可以把它当成下周行情的前瞻路线图。那我们就先从市场到底在怕什么开始说起。先说大背景，为什么上周五美股开盘后大盘一度雪崩，但是随后指数居然又涨了上来？这波小幅上涨靠的是盘尾那一波对政府关门可能有进展的解读，市场把握住了这点情绪，就把跌幅给慢慢的拉了回来，甚至最后还翻绿了一点。这背后其实说明了2件事情，第一就是市场目前依然处在高位脆弱状态，什么意思？就是你只要不给它新的坏消息，它又能够靠技术位、靠量化、靠被动资金把盘子给拖住。现在的标普已经站在了50日均线以上，盘旋了133天，这是2027年以来最长的一次。上周五其实差点就跌破了50日均线，但是在盘尾又被强行拉了回来。这说明在当前这个情绪下，50日均线已经不仅仅是技术面的支撑，
更是市场不能够丢的脸面。第二就是市场进入了一种坏消息消化中，遇到好消息就反弹的模式。你看最近这些利空，包括 AI 估值过高、消费数据疲软、政府关门、比特币破位、科技股集体回撤，这些消息放在1个月前，随便哪一条都能够砸出日跌5%。但是现在呢，同样的消息组合，市场日均跌幅连2%都不到，这说明什么？说明多头资金还在，市场对于坏消息的承受能力明显增强了。所以我把上周五这波行情称为欣慰行情，不是说这点上涨值得庆祝，而是说就这几天的新闻量来说，按理市场的表现应该更惨，但是它没有，这对投资者来说其实是一种利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周末的一条重磅医药新闻，辉瑞宣布将以最高超过10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减重药初创公司 Metsera， 而这笔交易是从竞争对手诺和诺德手里硬生生的抢下来的。辉瑞最终的报价是每股65.6美元现金，外加最高20.65美元或者有价期权。也就是说，如果未来达到某些临床和商业化目标，股东还能再多拿一笔。这份报价比辉瑞9月份那份出价足足高了20多美元。如果屏幕前有在 Metsera 工作的朋友，那么恭喜你了，今晚可以开香槟了。那为什么 Metsera 最终在辉瑞和诺和诺德之间选择了辉瑞？不仅仅是因为报价更高，更关键的是，美国联邦交易委员会 FTC 对诺和诺德的收购意向表达了反垄断担忧，监管层担心诺和诺德在减重药领域已经太过强势，在并购一家竞争对手有可能会出现。所以最终 Metsera 的董事会选择了监管确定性更高的辉瑞。这笔世纪收购有可能会彻底改写未来减重药的竞争格局，因为现在减重药已经成为全球药企的必争之地。现在如果你去开医药大会，不聊 LGP1 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在医药行业工作。这个赛道的市场规模现在已经被估值到了700亿美元以上，有的机构甚至看到了1500亿美元的潜力。那么辉瑞为什么这么着急？是因为他自己之前想要研发口服减重药，结果临床不顺，等于错过了第一波减重神药的红利窗口。这次他干脆不绕弯子了，直接买了一个有现成产品的公司，想把失去的时间同时买回来。这波操作有点像什么？像别人都在火锅桌上开吃了，你突然发现自己的盘子里没有肉，那怎么办？你只能把隔壁那桌整锅都买下来。这件事情给市场的信号也非常明确，减重药并不是一阵风，而是产业级别的大战。辉瑞、诺和诺德、礼来这种巨头现在都在这个赛道里厮杀，并购价格能够飙升到这种水平，说明所有的医药巨头都在抢位置，生怕晚了没有坑。这和我们在 AI 服务器领域看到的逻辑是一样的，先占坑再优化。从投资角度来看，这种高溢价并购对于整个医药板块的情绪是正面的，因为市场会立刻猜想下一个被收购的公司会是谁，这是典型的次生想象力行情。但也要说一句实话，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这类新闻未必是买点，因为当你看到新闻的时候，说明溢价已经兑现给了原有股东，你再去买辉瑞，买到的可能是一个已经花了大价钱，但是还要几年才能兑现回报的资产。换句话说，故事是好故事，但是时间回报比未必最优，这个在投资前必须要做好心理准备。另一方面，就是这条消息的披露，对于最近不太顺利的诺和诺德来说，那就只能说是又一次雪上加霜了。聊完辉瑞的史诗级并购，我们再来说一下政府关门这条线。这次的政府停摆已经创下了纪录，时间太长，影响范围在不断扩大。原来还能硬撑的行业，现在也撑不住了。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航空运输业，因为政府预算受限，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人手不足，航班数量被迫减少，航班审批、安全检查等流程也明显变慢。部分甚至陷入了停滞，这些都说明政府停摆对于实体经济的硬伤已经开始显现。但神奇的是，上周五的股市居然在盘中绝地反弹，这是因为参议院传出了一点松口的消息，民主党这边提出了一个临时解决方案，先开门让政府恢复运转，医疗补贴继续延长，避免民众受影响，然后再组建一个2党委员会去谈医改成本。但是共和党却说我不愿意。不过这算是一点进展，就是有一点进展这句话被市场瞬间放大解读成为重大谈判突破。金融市场对于这种信号往往极度敏感，哪怕只是一句模糊的有进展，也足以触发新一轮的行情修复，投资者立刻买入，指数尾盘被拉上去。这背后其实是一个经典的华尔街逻辑。你看，虽然经济数据变差了，对吧？一般人会觉得糟了，经济不好，但是华尔街却反着想。他们认为经济数据差，恰恰说明经济在降温，那么美联储加息，缩表的压力就变小了，流动性紧张的风险就会下降，对股市反而是好事。
在叠加政治层面，政府可能要重新开门，消费、交通、节假日出行这些领域就会迎来复苏，于是市场情绪立刻转暖。坏消息没有变得更坏，反而出现了一点点好的预期，于是大盘在盘尾就被拉了上去。但是需要说一句残酷的事实，这次盘尾的拉升并不代表经济预期真的变好了，它只是离最坏的情况远了一点。从投资角度上来看，这种行情适合做的是短线情绪单，而远远不是喊出经济要进入新一轮扩张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分清楚，反弹并不等于复苏，松口并不代表拐点。现在的行情其实是一个典型的没有那么坏的消息就是好消息的阶段，市场对于坏消息的敏感度下降，只要稍微有一点点好的预期就能够拉升一波。聪明的投资者都知道这种反弹能做，但是不能信，这不是趋势的转折点，只是心理上的安慰式反弹。下面我们再来聊聊加密货币市场。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震荡之后，比特币的价格依然稳定在10万美元大关之上，这其实是一个信号，说明这个市场还活着，它没有死。但是你也能够明显感觉到投资者的手明显变轻了。这周的比特币行情可以说是相当的戏剧化，几次跌破10万美元，但是又被迅速拉升。从10月高点大约12.6万美元算起，现在已经跌了接近20%，再跌一点就要进入了技术面意义上的小型熊市。华尔街看得很清楚，他们一直把比特币当作高风险资产的情绪前哨，也就是说比特币的回调往往会比其他金融资产更早一步出现。而这周的情况十分典型，以前那种逢跌就买的冲劲现在好像明显没有了。有策略分析师说得很直白，虚拟货币市场虽然还没有陷入那种全面的恐慌，但是以前那种一跌大家就冲进去的劲儿没了，这其实就是一个信号。再叠加上这周纳指创下了近几个月来的最差表现，这两条线在讲同一个故事，那就是金融市场的高估值时代可能已经被按下了暂停键，资金开始变得更加理性，资产价格在慢慢回归现实。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子的，这次比特币的回调并不是泡沫破裂，而是一次估值修正。现在的利率还没有真正降下去，政府还在关门，科技股还在疯狂砸钱做 AI， 但是在这种环境下，最爱冒险的那批资金已经开始收手，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但是另一方面，比特币能够重新站回10万美元以上，也说明市场的流动性还在，有人愿意接盘，敢于持有。所以结论十分简单，虚拟货币市场并没有死，是真的没有死，只是节奏变成了先看再买。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科技股板块的隐忧。其实早在几个月前，华尔街的一部分分析师就已经开始吹哨，警告 AI 板块的估值太高。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去泡沫化来的这么快这么猛。这两天有两条科技股的风向特别值得给大家讲一下，一是 Meta 被 AI 开销拖进了小熊市，另一个就是甲骨文把之前靠着 AI 合同涨上去的那一段几乎全部还回去了。先来说说 Meta， 表面上它的基本盘是稳的，广告收入在涨，用户使用时长在涨，连 Reality Labs 的收入都开始回升。但是问题出现在公司 AI 投得太猛，光一个季度 Meta 就砸了接近190亿美元，全年预计开支高达720亿，这一下子把投资者给吓傻了。大家的担心非常现实，你花钱像微软像亚马逊，但是你又不像他们那样能够把算力租出去，或者把 AI 服务当成成熟的产品卖出去。Meta 现在主要依靠的还是广告业务挣钱，那么问题就来了，你觉得花多久 Meta 才能把这笔钱赚回来呢？这就是市场近期对 Meta 股价担忧的核心所在。下面我们再来说说甲骨文 Oracle， 它之前靠着一条信息火了，和 AI 签了一个巨大的长期合同，那一天股价飙升了30%。但是现在市场开始逐渐意识到问题，你究竟要建多少机房才能交付这个大单？而电力又从哪里来呢？ OpenAI 自己都在烧钱，这个合同真的能够全额兑现吗？这些问题一出来，泡沫也就破了。现在甲骨文的股价几乎是把之前那波涨幅全部都吐了回去。这两个例子加在一起说明一件事情， AI 赛道正在从讲故事的阶段正式进入了看结果的阶段。曾经市场愿意为 AI 股市支付高溢价，现在变成了你一年花700亿。好，那你怎么赚回来？你说你签了一个3000亿的订单，行，那么你什么时候能够交付？市场开始认真算账了。也正是因此，这波11月的科技股回调比大盘更深。但我想说的是，这其实并不是件坏事，相反，这对于股票市场来说是健康的。正如有的分析师评论的那样，如果 AI 真的是一个泡沫，那么就没有人会这么认真的问问题。市场从信仰开始走向现实，才是真正成熟的开始。另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就在科技股估值集体降温的同时，英伟达这边黄仁勋的口径却完全不一样。他说我们还在加单，我们跟台积电是一家人，我们需要更多的晶圆，因为 AI 的需求还在上涨。
而台积电那边也积极回应，他们说明年的销售还会再创新高，就是说 AI 产业链端的热度还在，但是资本市场的情绪却在降温。如果把这两个信号放在一起，那么画面感就出来了。工厂那边说我们忙不过来，股市这边说行，那我们先降降温，这就是从过热回归正常的过程。产业还在忙，但是市场已经开始变得理性，热度没有散，只是开始降温。最后我们来把这些零零碎碎的新闻串起来看，我的整体感受就是稳中向好，问题不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一阵子市场上有那么多看起来能够把盘面砸得更深的新闻，结果一个都没有砸成。政府关门要破纪录，市场说没事儿，有弹的迹象，先稳一稳。各大公司的 AI 开支太猛，市场说那就回调估值，但是不调整赛道，逻辑还在，信仰没有崩。比特币跌破$10000心理关口，市场说那我就盯得再紧一点，但是并没有形成集体性恐慌。标普指数差点跌破50日均线，那市场说那我拉一把，还能持续133天的记录。与此同时，医药巨头还在花真金白银做高价并购，这就说明市场的融资成本还在逐步下降。所以综合来看，股票市场的流动性还在，只是风险偏好好像缩小了一点，这就是导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波行情跌得不深，但是涨得也不猛。投资者一边谨慎，一边又舍不得走。这就是典型的高位震荡期，说白了，这不是乐观行情，但是也不是恐慌行情，而是一种没有那么糟，但是也不算好的欣慰行情。最后呢，我想给3类不同投资者提供一点实操层面上的小建议，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不成熟的看法，并不构成投资建议，但是希望能够帮助你在这个阶段更清楚地想明白自己应该如何应对这个市场。首先，如果你是做长线的、讲基本面的投资者，那么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天天去猜指数的涨跌，而是顺着这条市场逻辑去找那些能够贯穿2026年的主线。第一条，我会等政府关门问题真正得到落地解决，这件事情一旦尘埃落定，财政支出、基础建设、消费者信心都会被重新点燃，这是一个能够带来政策修复行情的逻辑。第二条，我会紧盯 AI 开支盈利兑现的走向。过去1年 AI 公司疯狂烧钱，但是下一阶段拼的是谁能够把烧的钱变成赚的钱，从讲故事到兑现利润，这才是 AI 板块能够走得长远的关键。第三，我会看医药并购热潮，辉瑞、礼来、诺和诺德都在出手，这说明行业资本正在重新洗牌，真正的机会不在龙头，而是在那些还没有被并购的，但是拥有技术、拥有潜力的2线创新药公司。政府修复、AI 兑现、医疗整合这3条线，它们的共同点是都能够延续到2026年，这才是长线资金真正应该盯紧的地方。所以我常说，做长线讲逻辑，别盯短线波动，盯住趋势的延续性，你自然就会比别人看得更远。另一方面，如果你现在你的投资思路偏保守，那么其实你并不孤单。这周末 Seeking Alpha 做了一个投票，问大家现在市场这么不确定，防守型资产你会选哪一个？结果挺有意思的，分红股、黄金、贵金属、现金、短债，每一项的选票几乎都一样，没有哪一个是一面性压倒的。这说明什么？说明市场真的不确定，没有人敢全仓进攻，也没有人敢空仓回避风险，大家都想留后手，都在想我至少要守得住本金，而这也是你应该配置一点现金，拿一点国债的理由。现金让你更灵活，同时国债能够帮助你在高利率阶段锁定稳健收益。如果未来一旦进一步进入降息周期，那么这部分投资还会有升值的机会。所以我会这么看，现在并不是冒险的时候，而是应该稳住仓位，守住底线。行情不明朗就别硬冲，手里留点现金，拿点国债，比什么都让人安心。另一方面，如果你是做短线的，那么现在这个位置你就不要去猜方向了，而是应该紧盯消息。要是华盛顿哪天突然放话，政府要提前开门，那么这就是一个短线利好。这种消息一出，市场情绪会立刻反应，消费、交通、航空这些板块会带头拉升，那你就顺势看多1-2天，吃一波短期情绪反弹的行情。但是反过来，如果哪一天标普500指数真正跌破50日均线，而且收盘都收不回来，那你就要小心了，这代表市场的支撑被打穿，技术面开始转弱。更关键的是，现在市场的内部宽度已经非常差，上涨的公司越来越少，指数靠的是几家大票在撑，一旦破线，就容易迎来一波补跌。分析师普遍认为，那种情况下，指数可能会回撤10%左右。所以短线在这个阶段就不要硬猜，别赌方向，有信号就动，没信号就等，好消息出来了就顺势上车，关键线跌破就立刻减仓。在现在这种充满不确定的市场里，灵活性才是最重要的。最后总结一下，你会发现这2天市场最具戏剧性的并不是涨跌幅，而是那种情绪的来回拉扯。
一边是辉瑞真有钱，这么拼，说明减肥药真的是大生意；而另一边是对 Meta 的质疑，质疑 Meta 花钱也太狠了，质疑什么时候 Meta 才能收回它的投资。而在政府层面，一边是政府开门好像有戏，但是另一边呢，大家又会遇到比特币这种高风险资产遇冷的情况。就在这种相互抵消的情绪里，市场在上周五收出了一个并不算难看的结尾。所以我会说这是一场欣慰行情，但是绝不是轻松的行情。所以我想告诫观众，别被指数的小幅震荡给欺骗了，真正的考验可能还在后面。AI 能不能够把烧的钱变成真金白银？华盛顿能不能够把政府重新开门？减重药的并购潮会不会引来新一轮的反垄断调查？还有，如果哪一天量化模型发现50日均线守不住了，他们会不会出现集体踩踏？这些问题才是决定今年第4季度行情的关键方向。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期内容了。而下期我们要聊的正是真正能够帮助我们赚到钱的行情。我是 Eric， 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